将军阁下，是不是应该电告古贺司令官，请衢城方面密切关注？赵参谋长，贵国有句成语，叫风声鹤唳。你此刻的心情就是这样，我很不欣赏。接到如此含糊不清的报告，你可以体会出古贺司令官是什么样的心情。你可以收到2个字的答复：八嘎。假若情况出现我的第2种判断呢？去龙口，同萧绎生死一搏，应该是你我的神圣职责。将军阁下，古贺将军觐见。赵参谋长，有关你我之间萧绎去向的判断，这应该是个很好的解释。怎么样，有何感想啊？好啊，这份东西萧绎看了一定会肝肠寸断。有了这份东西，我们更应该去龙口会会萧绎。你来做什么？萧绎要反。我说的没错，高桥已经束手无策，只好冒险去龙口碰运气。高桥这个人，惯于把自己当做英雄。沈参谋也要反吗？不，我想帮你们。没有一兵一卒，你怎么帮？你大概是忘了我的身份了吧？现在你们日本人出兵已经来不及了。而萧绎面对的是2支强大的武装，国军相应特别纵队和江南岸的新四军。萧绎在这2者的眼中都是汉奸。新四军我不敢打包票，但是我可以让国军威慑萧绎。萧绎有了这层顾虑，未必敢反。你让我怎么做1，我要用这部电台联系国军相应特别纵队。2，随你们去一趟龙口。我可以先通知高桥军吗？当然可以。1个小时之后，我在这儿等你。高桥太相信这张报纸上带来的消息了，他那种狂妄的50兆思维方式，根本想不到萧绎在想什么，否则也不会被萧绎蒙蔽到现在。萧绎若真要反，高桥去龙口就是送死。可是我身为参谋长，不同去又说不过去。再者说，如果萧绎不反，今后我在日本人的眼里就一文不值，谈何取萧绎而代之？沈参谋，你太没规矩了。赵参谋长，让他们先退下，我有话要单独同你说。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为赵参谋长指点迷津的人。你休得无礼！你们先出去，我要单独会会沈参谋这尊佛。是。沈参谋，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沈参谋的来历不简单呢。没错，其实赵参谋长早就知道我的身份，只不过现在这个身份有了些变化，而且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请说。军统衢城站代理组长。那和我们现在的谈话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像赵参谋长这样的精明之人，不会想不到日本人快完了吧？而且，赵参谋长
正在考虑退位，只是苦于无门，对吗？说得对，昔日真是小瞧沈先生，多有得罪。惠子小姐，沈晨的话真假参半，真的一办事，他可以做到以国军湘影特别纵队威慑萧绎，萧绎没有出路，也许不敢轻举妄动。假的一办事，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绝不是为了皇军。那我该如何答复他？答应他，让他把戏往下演。嗨，赵参谋长应该去龙口，而且必须去。但是去龙口不是为了日本人，而是为了你自己。请沈先生明示。去龙口的目的是为了制服萧绎，控制11师，使之弃暗投明，向国军投诚，并且将萧绎这个党国眼中的汉奸献俘军委会。等做完了这件事，赵参谋长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身份，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好计。可是沈先生，难就难在日本人现在对萧绎还存有幻想。我在11师中又没有几个可用之人，更谈不上同萧绎武力抗衡了。这世上之事，靠的不仅仅是武力，还有智谋。中国历史上手无寸铁，不战屈人之兵成大事的例子举目皆是。更何况，国军湘影特别纵队近在咫尺呢。好吧，沈先生，若真能如你所说，赵某当感激不尽。杨婶，跟我进来吧。偷来的弹药已经秘密发到士兵的手中。为了弥补弹药的不足，我让镇上的铁匠铺给每个士兵打造了一把大刀。报告，进来。师座，我把药婶请来了。小婶，您老人家请坐。有些事情，您日后会明白的。眼前已经明摆着了，还用等到以后吗？可怜我这英子，看错了人，更救错了人。大婶儿，我们师座多方打听，才知道是您收敛了红英的遗骸。那是他打听错了，就是有，我也不会给。大不了再搭上我老婆子这条命。小婶，红英是影中的女儿，她留下的话说她的生命就是影中平原。我萧绎生平从没给人跪下过，今天我给您老人家跪下了，我给影中平原跪下了。我以这一跪来表白，
我萧绎还是原来的萧绎。鬼子走了，国军也撤了，到处是废墟，满地都是死人，没人理会我的英子。我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形了，已经分辨不出来以前那个漂亮的姑娘了。我剪啊，把它剪干净了，装进了这个陶罐。看着！哎呦，你吓我一跳啊！哎，吕座，您来了。行啊，臭小子，没看出来。山娃子，师座呢？嘘，天大的事你也得等一下。2营、3营已经进入陵园，1营在外围进入战斗戒备，全团官兵已得到命令，没有我发出的信号，不准有任何行动。好，转正。将軍閣下、上田雄一中尉が将軍に報告します。
しくじりやがって。すいません。将軍閣下、もしワンクイが裏切り者だというなら試験してください。でも彼が優秀な軍人だと思いなら自分の方を処分してください。中国軍の前で皇軍のメンツを潰すような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ワンクイは今どこだ？墓地です。孫風師団の軍人たちが埋葬された墓地です。上田君。はい。部隊に命令。警戒態勢を取れ。はい。真是个狂人，自己一个人居然敢到萧逸的墓地。看来高桥吃透了萧逸，一个人去，也许会更安全。王奎，我早就应该想到，你在电话里说的全是假话。高桥太君，还是叫我马占奎更准确一些。马占奎，中国陆军淞沪师78旅旅长马占奎。高桥，王奎是昨天的黄历了，老子生平第一回撒谎，跟着你混了2年。差点把老子憋出病来。萧将军，您能告诉我红英是什么人吗？明知故问。萧将军，您这样做，我只能认为您是在为共产党做宣传。你说对了。高桥，你现在后悔来龙口了吧？萧将军，你赢了，但是我有一件东西想请将军过目。这是共产党湘应特区的机关帽，在这上面，你被列为18名通敌的汉奸之一。
萧将军，我好像又看到了陆原战场上你那可怕的眼神。那是你没注意，我的这种眼神，在你的面前从来没有消失过。高桥，6年前我军人义气，放走的是条年轻的生命，没想到变成了一个屠杀过无数中国人的恶魔。终归不是对手，这么多年都没有把我悟透。你以为靠这张报纸就能让我饶了你的狗命？萧将军，6年前你就想用我的人头祭旗，今天你终于如愿了。你知道我不会在这里杀你，你才敢来。还是那句话，我命令你活着，走出这片陵园，好好看着我是怎么把你消灭掉。备战去了。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张柱不是一直在策动他们起义，投奔新四军吗？姐夫，张先生的颍南特委是湘颍边区特委的下属机关，他一定不知道这件事情。现在起义临近，高桥把这个报纸给你看是有目的的。将军，你对于萧绎的投共迹象疏于防范，难究其责。对于那篇公告，你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反倒让皇军身处险境。师座，咱们立即派人渡江，让张柱做出解释。没这个必要。抗战是全中华民族的事情，我会以我的方式，给后人，给历史留下评说我的依据。我命令11师立即起义，消灭高桥及所属全部日军。对于帝国军人，面对神圣使命，没有危险可言，唯有玉碎之精神，必胜之决心。电告古贺司令官，我固守据点待援，如援兵不至，我拟率100余皇军精锐，明晨突袭萧绎。不成功，则玉碎。萧绎反心昭然若揭，高桥也一定有所行动。无论双方的火并出现什么局面，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阻止萧绎投共，配合国军湘颍特别纵队，逼迫11师投诚。沈先生分析的倒是很有道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打算？赵参谋长可有胆量？沈先生何意呀？赵参谋长若有胆量，就和以往一样，你贴在高桥一边，我贴在萧绎一边，这样两边的行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好，我马上去直田据点。师座，宣布吧。是。一营
攻击高桥所在的织田小队据点；3营警戒龙口外围；2营抢占讨价口驻场。全团3个营均为晚8点开始行动。是。张阿子，迅速了解2团、3团的行情，并把这里的情况向新四军张先生通报。是。团座，团座。师座，你跟我来。山军49师敢死队又回来了。6年前在鹿原前线，你请求过我，不要砍下你的头颅，你怕不能投胎为人。可今天，我偏要亲手砍下你的头颅，让你永世不得投胎作恶。马占奎，带你的人出去。今天这里只能有1个人活着出去。如果是高桥，就再放他一条生路。
师座，服从命令。是，是。张政委，其实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姐夫。他天不怕地不怕，甚至排斥过共产党。可是自打进入影中抗战，结识红英和你张政委以后，他的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坦率地说，湘影特委机关报的这篇公告，的确让他心情十分沉重。是啊，这是个十分意外的情况。湘影地区的抗战形势比较复杂，有时我们也经常和他们的特委机关失去联系，甚至会在斗争的策略上发生偏差。山娃，你应该相信党，相信人民群众。萧将军的功过是非，日后自有公论。张政委，要是我姐夫能亲耳听到你这么说，他一定十分欣慰。我这不是来了吗？是。走走。沈参谋，请止步。兄弟，别那么死心眼儿。我可是重庆军统的特派员，没看见国军部队已经开进了龙口了吗？难道你就不想为明天的事找点出路？是国军眼中的汉奸，还是国军眼中的功臣？就看你现在的表现。沈参谋，兄弟们都知道您这军统要员的身份，
只是不必多说。我知道你们的难处，让我见见里面的人。我只是想核实点情况。就算你们为抗战做了事情，那就好，只要大家平安无事。沈参谋，请便。我军的部队和新四军的部队同时出现在罗口，我还没有判断出萧逸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最让我担心的是，萧逸已经控制了渡口，随时有可能渡江投靠新四军。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抢在萧逸之前完成一件事。沈先生说，这件事情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利用赵参谋长在11师的力量发难，拖住萧逸，为国军主力合围11师创造条件。可我那几个人根本无法同萧逸抗衡啊！我们别无选择。赵参谋长，当今中国国民党、共产党谁为正谁为孰，谁强谁弱，不但赵参谋长看得很清楚，相信赵参谋长的那些亲信手下们也看得很清楚。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如今日本人快完了，赵参谋长难道就没有义务将那些身负汉奸罪名的弟兄们带上一条光明的生路吗？既然如此，赵某愿意义谋，没了11师，赵某这个汉奸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赵参谋长明智。马占奎团的3营、1连、2连的连长、连副是我安插的可靠之人。你去跟他们说清楚你和我的关系，他们一定会听从沈先生的调用。赵参谋长，你暂且回去，待沈某把外面的大事搞定，也就是赵参谋长重见光明之时。老弟，赵某的身家性命就拜托你了。放心吧。惠子，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情感的话放到以后再说吧。我问你，你还是个军人吗？是，我是帝国优秀的军人。作为军人，你的使命并没有完结。高桥殉职，我成了萧逸的俘虏，应该玉碎，尽忠天皇。可我还在。惠子，你是个女人，高桥战败的责任不应该让你来负。你不必自责，应该坦然面对生命。你还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吗？你说，在我有危难的时候，你会帮我。所以，你不许轻言放弃生命，必须要坚持下去。等我挫败了萧逸，让11师重新回归国军，我就有足够的资本保护你，让你一辈子都做我的女人。沈参谋，时间可别太长了，兄弟们可都提着心呢。活下去。
稍息！立正！宋武师光复影城屈城誓师大会现在开始。决斗王，光复者王，决斗王，光复者王，决斗王，光复者王。二位，光复影城，我一军即可；光复曲城，必须3军联手。将军，你坚持影中抗战，我们自始至终都是战友。师座，殊途同归，兄弟我今天算是归队了。这次光复曲城，我的特别纵队愿做先锋。好。师座，快听啊，快听！什么事情这么慌张？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自告而忠良臣民，朕已敕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4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残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弟兄们，如此，朕将何以保安一朝之子？臣老师长，可能是下面的人把我命令传达错了。我请师座来，是想共商党国大计，还有就是11师的归属。怎么弄了个共产党呢？黄万斌，你和张先生都是我请来共商光复曲城战役的，有什么话只管谈。日本人已经投降了，谈不上什么光复曲城。我已经接到了战区的电令，你的伪11师应该向国军，也就是我的特别纵队，缴械投降，或者倒戈。你说什么？我的伪11师向你的特别纵队缴械投降？对，黄司令，11师就是一支折服敌人心脏的实实在在的抗日武装，不存在向谁缴械投降或是倒戈的问题，更不能冠以一个伪字。那是你们共产党的说法，是别有用心。我们的说法是，萧毅及他的伪11师始终被军委会定性为汉奸和汉奸武装。
放你的军委会的屁！老子是不是汉奸，由不得他们来评判。师座，事关党国利益，大是大非，不要被共产党蛊惑了。黄文斌，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你们的军委会，还有那个姓翁的，在我眼里狗屁都不是。我已经决定了，投奔共产党新四军。你要胆敢陈兵党道，我萧绎不惜同你一战。张先生，我们走。来人！黄文斌，你现在就想动武吗？老师长，事情到了这步，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已经接到了军委会的命令，我的纵队主力正在向龙口靠拢。如果你的11师拒绝缴械投降，我们恐怕就会兵戎相见。老师长，不管是你的11师，还是我的特别纵队，都是咱们陕军的老底子，你就忍心看着数万兄弟血肉相残吗？好，你也知道血肉不能相残，那就由你和我来做个了断。老师长，我们来赌一赌，你我之间谁大逆不道，死在枪口之下。你要还承认自己是陕军弟兄，就把枪拿起来。咱们都是军人，不要太意气用事。还不让开！老五，到。命令先遣部队撤离龙口，向主力部队靠拢，并电告战区。是。司令，日本人都打跑了，还要兄弟相残吗？你怎么还不明白？萧绎已经翻脸了。师座，黄文斌的先遣队已经撤离了龙口。
不谈这个人。宣布我的决定。是。部队立即进入战斗戒备，并随时准备转移。通知2团、3团不要进入龙口，直接在陶家场渡口集结。渡江进入新四军防区。诸位，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我们这支军队已经到了最后抉择出路的时刻。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赞成我萧毅投奔新四军的主张。如果不愿意，日后我们也许会分道扬镳，也许会武力相向。师座，你同在座的诸位弟兄，原本就是党国军人，现在日寇投降了，国军部队近在眼前，为什么不率部回归国军序列呢？看来你的头脑跟我一样清醒。因为我同师座一样，都是坚定的抗日分子。这我信。但这之后的目的，我们还要走着看。师座，国共两党两支军队谁正谁孰，在座的各位心里都很清楚。为什么放着正道不走呢？我实在是很担心呐。我担心11师仍将背负着汉奸的罪名，葬身在国军的枪口之下。沈晨，看来你是真想步秦淮喜的后尘。违令者死！师座，你误解沈晨了。师座一向是我敬重之人，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并没有扰乱师座方针大略的意思。我谅你也没这个胆子。弟兄们，在你们面前，我可以说是一名资深的老军人。我的经历告诉我，国民政府已经腐朽，国民党军队已经腐败。我之所以在抗战胜利之际选择投奔共产党，投奔新四军，是因为这8年抗战让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共产党才是引导中国走向光明的唯一政党。他所领导的军队，才是一支真正的为了保卫民族、保卫老百姓而作战的军队。在座的弟兄们，你们虽然身为军人，但你们的家人和亲人全都是贫困百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投靠一个为了百姓做主的政党和军队呢？我的话说完了，诸位以为呢？我们愿追随师座向新四军投诚。电令黄文斌，通牒伪11师放下武器，原地待命，等候国军整编，仍沿用淞沪师番号。第二，命令特别纵队迅速越过通口，包围龙口。命令部队全速前进。师座，翁总司令恢复淞沪师的番号只是个烟雾，包围和消灭倒是实实在在的。老五，我跟你说多少次？我们不再是陕军或者西北，我们是国军的精锐体系，军令大有事。听明白？
明白了。命令无线电台以战区司令部的名义，向伪11师发出最后通牒：如果拒不向我军缴械投降，明晨7时发动全面进攻。是。报告，进来。师座，侦察兵报告，国军湘影纵队的主力已经越过通口，正向龙口方向驶进，对我军呈包围态势。师座，黄文斌把我们一围，情况紧急了，我担心会火拼。黄文斌最终还是听不进去我的忠告，命令部队天亮前向陶家场转移，金子军会在渡口接应我们。是。三娃子，沈晨马上就会现形，而且是一批心怀意志的人。姐夫，你放心吧，都已经安排好了。好，去吧。芊芊，我已经决定了，投奔新四军，一直瞒着你，别怪大哥。大哥，你爱我吗？可是我爱着你，从来没有后悔过，也没有退缩过。以前不会，将来也不会。芊芊，我一直觉得很愧疚。我认为我们俩的命运是相连的。这么多年，我只有在投奔新四军这一件事情上，没有让你参与，那是怕连累你的父亲。可现在，到了最后关头，投奔共产党是大哥一生中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你应该选择的。大哥，你别说了，跟着你这么多年，我明白你的心，我都听你的。明天一切都会好的。你怎么了？大哥，你看你累的这么憔悴，你赶快休息一下吧。明天一早还要突围呢，要不该没精神了。芊芊，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对了，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
明天一早就能走。你放心，我会永远在你身边守着你，一辈子都不离开你。我萧逸的天就要亮了。这个黑夜对我来说是漫长的半生。萧逸，在黎明时洗尽耻辱，是你最好的选择，此生足矣。大哥，我说过一辈子都不离开你，可是我无法做到。千千今生无悔对大哥的爱，关山万里，铁血生涯。大哥，珍重自己。生参谋，兄弟，哎，辛苦了啊！不辛苦。石参谋，你这是委屈你和你的弟兄们了。不过事成之后，你们仍然是功臣，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看南方人，快点！开门！我们必须出兵颍中，策应11师萧将军的起义。11团由我亲自率领，渡过陶家场渡口，接应萧将军，南渡长江。司令员，还是我率领一团前去接应萧将军吧。你驻扎根据地，坐镇全局。萧将军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他率军起义，我一定要亲自去迎接。兄弟们，萧绎要把兄弟们拉向齐土，去投共，去投新四军，而新四军本身就是国军中之叛逆。为此，国军战区司令翁总司令已经电令国军湘颍特别纵队包围了我们，天亮时，我们就可以整编归属国军。在这里，我不但能担保各位的身家性命，我还能担保，一旦接受整编，各位仍将是国军军官的待遇。现在我命令3营1连随我迅速包围萧绎住处，擒贼擒王，如遇抵抗，格杀勿论。跪倒！跪倒！跪倒！跪下！跪下！跪下！沈晨，我姐夫料事如神，缴械投降，接受拘押。萧绎，这个党国叛逆！当初在曲城怎么就没有杀了你？哎呦，杀我姐夫，杀我姐夫还没轮到你。带走，走。报告，姐夫，部队已经开始行动。
沈晨解决了吗？无一漏网。好，去把芊芊叫来。是。姐夫，出事了！姐夫，姐夫出事了！快点，姐夫！姐夫。芊芊，大哥，芊芊是带着对大哥无限的眷恋走的，是高桥留在我身上不可磨灭的耻辱，中断了我对生活的勇气。也就从那天起，芊芊苟且活着的理由，就是要亲眼看到大哥为芊芊报仇。师座。师座，别再耽搁了，再不走，霍文斌的部队就把咱们包围了。啊！怎么样？马亮奎，到！你带部队到江边和张先生会合，晚1点钟，我来阻击黄文斌。师座，少废话，服从命令。
把他也留下。是，师祖，我一定保护好他。不，你和马振奎一起撤。姐夫，我命令你撤。我不撤。师祖，我等你回来，我等你回来。姐夫。师祖，交通了。张先生，我是萧毅。萧将军，你的决定有悖于我们的原方案，请你立刻向渡口前进。新四军已经布防11师已突围成功，新四军不能再有伤亡。张先生，请你放心渡江，撤回根据地。我已布防完毕，势必挡住黄文斌。萧毅，你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员，请你服从命令。张先生，之所以我是新四军中的一员，就更没有理由看着战友们流血牺牲。黄文斌是一个全副美式装备的纵队，你要为你部队安全负责，请立即渡江。萧毅，萧毅，萧毅，一团，随我驰援萧毅。张司令，师祖说了，自从颍中战败，他就已经死了。他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他还说，是兄弟，是朋友，就成全他。作为军人，还有比死更崇高的，那就是军人的荣誉。萧毅呀，司令员同志，11师已全部渡江，目前江北只有我们一个团，而国民党军却是一个全副美式装备的一个纵队啊！失去萧毅，11师的起义就是一个不成功的起义。命令一团跟我上。是。一团上。师祖，国军湘颍特别纵队接通了。我是萧毅，让黄文斌跟我通话。军座，萧毅将军要和您通话。我是黄文斌。黄文斌，你马上到阵地前沿来。去前沿？为什么？我的话没听明白吗？我命令你，马上到阵地前沿来。司令，老师长肯定有什么话要说。兄弟，终归是兄弟。好的，你等我。去前沿。
老师长，黄文斌，你我势必会成为生死对头，但你不可否认，你曾经是陕军的老军人。我不会忘记老师长对我的厚爱，也不会忘记相子之情。那我就托你一件事情，把他带回重庆，亲手交给他的父亲。遵命。快拿担架来。来走。等等，老师长，听我一句劝。你虽然对政府有成见，拥兵自立，但日后也许会有解脱的机会。万万不该跟共产党搅在一起。黄文斌，11师是我亲手送给共产党的。如果你还是条汉子，就找我讨这笔债。我把我的人头送给你，让你去领功请赏。你敢要？老师长，文斌虽然为党国大业尽心竭力，但是我今天可以向老师长承诺，愿陪老师长同赴重庆。如果军委会不能赦免，文斌愿与你同罪同罚。不配！准备战斗。来人，给我打下！谁敢？黄文斌，你是个懦夫。我倒想看看，谁敢后退半步。都住手！住手！都他妈给我闪开！老五，你他妈要干什么你？这么多年了，老五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今天，你必须放老师长走。大哥，你拿枪对着我的头！有种你开枪打死我！大哥，我错了，对不起了。我数到3，你要是不放老师长走，我就打爆你的头！1、2。放他走，放开他！站开！太意气用事了！你还是军人吗？有种你开枪打我！有种你开枪打我！王老五，你疯了！报告司令，你他妈给我滚开！陈团长，等！命令炮兵给我炮击交易阵地，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炮兵做准备！谁他妈敢开炮，谁敢开炮，我就崩了他！我命令你开炮！
这你们干嘛？给我炮轰交易阵地！大哥，日本人都打跑了呀！兄弟们之间非要血肉相残吗？张先生，你们石头，你看，小野同志，新四军欢迎你。铁血长河冷，潇潇金戈亮。剑为主朝，声声相扶执掌，气一方。我有千般爱，爱洒在铁血柔情疆场上。我有千般情，侵蚀了咸水洪流，两茫茫。